大家好，在体验了3个月这个华为的小平板 MatePad Mini 以后，我对这个设备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啊！天呐，这个质感真的太好了，而且你看这个黑边，比就不说我平时用的这个 iPad Pro 了，当然这个加了壳。所以说黑边会显得更明显一些。就和 iPad mini 比吧，它也算非常非常窄的了。而且我觉得 MatePad mini 其实不只是一个小平板，它更像是一个手机和平板的二合一。那现在你一提到二合一，想到的都是什么？像这个努力擦边电脑的那些全尺寸的12.3寸的平板，还是说像 Surface Pro 或者 MatePad Edge 这种，要么是平板风味的 PC，要么是 PC 风味的平板。总之想到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尺寸比较大的家伙，但我却觉得呢，其实啊，像这个尺寸的，这个是8.8寸的手机平板二合一，才是真正的二合一，或者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二合一。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首先是这个尺寸对于一般的成年男性来说，一只手是握得过来的。对于女性用户来说呢，这么一拿问题也不大。而且它这个8.8寸的尺寸呢，可以轻松的放在很多口袋里或者小包里面。同时呢，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或者正在看视频的人来说，你大概率不需要这么大的一台手机。但是如果你有弟弟妹妹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种要么年龄特别小，要么年龄特别大的家庭用户的话，这个尺寸其实就非常的合适。你想啊，对于小朋友来说，给他拿一个手机看，那不累眼睛吗？而且他如果把手机找一个地方一藏，你就抓不到他了。但是这个尺寸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需求，既不会太小，既不会因为屏幕尺寸太小而累眼。同时呢，它这个8.8寸的大小也不会给这个小朋友的手带来太大的压力，总不能买个哑铃一样的板砖三防机，考验它的臂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用户群体，刚才提了一嘴，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还适合老年人呢？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姥爷了，他今年80多了，现在还在用一个荣耀20青春版啊。是一个麒麟710 6+64的配置，我看着都觉得卡，而且那个屏幕素质，说实话放在现在确实有点不够看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呀？字儿大，声音大，而且也是不要太沉。那我觉得这个设备其实就完美的符合他们对于手机或者说这样一个通信娱乐一体的终端的需求。你像这个平板，它在盒子上标注的是什么？在盒子上标注的是，盒子就在这里，给大家拿下来看一眼，是什么？是这个数字移动电话机啊！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平板上见到过这样的标签，说明它真的在这个监管部门备案的时候是以一台手机的身份出来的。所以说它可以直接插卡打电话，这些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呀，它作为一个平板，扬声器无论如何还是比手机要强的多得多得多。那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平板拿回去给我姥爷试用了一下，除了有一点大，他有一次没有握住，躺在床上这么看的时候不小心砸到了脸之外，其他的还是很完美的。那说到字儿大的话，这个屏幕尺寸摆在这里呢，你想怎么放大都可以。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如果你把一个手机的字体调大，岂不是也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其实差的有点多。对于那种文字来说，你把系统字体调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老人在刷短视频这种场景下，那短视频里的文字或者看照片、看海报嵌在图像里面的文字，那这个时候你系统无论把字体放多大也没有用了，你只能双指点在屏幕上试图去放大，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我觉得，差强人意都
是达不到，就是不让人满意。那而且这个弄这么大一个平板，说实话，弄这样一个甜点尺寸的平板，其实，对于给老年人配一副老花镜，然后戴着老花镜在那儿仔细的看来说，还是要更有尊严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购买建议。首先我觉得柔光屏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尤其是当你有了这么高亮度的一块 OLED 的屏幕，当你在有阳光或者强光直射的情况下来看视频或者做笔记的话，柔光屏的体验真的是非常棒。但话又说回来了，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会给它贴膜的。那如果要贴膜的话，就不如直接买一个普通版，省好几百块钱，然后再贴一张类纸膜，起到不能说完全一样，至少也是80%、70%的效果。反正我还是愿意在这方面做这个性价比男孩的。最后这个笔的方面，我现在拿到的这个笔是 M Pencil Pro。我觉得它挺好的，但必要性不算特别大。它的一些功能其实就类似于 Apple Pencil Pro， 比如说它可以在你写字的时候，提前在上方画出阴影，同时在天生绘画里面呢，也可以模拟这个墨迹的流向。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记个笔记，偶尔画一画画，或者像我这样没有艺术细菌的，根本不画画。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买个 M Pencil 3就非常的可以，属于在性价比和品质之间达到了平衡。那就是这些，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我们拜拜。